Hello， 大家，今天呢要来开箱 iPad Pro 2024的 M4 版本。那在我手上的这个是11寸，然后其实已经开过了，就是这个太空灰的颜色。那我们这一次买的这个11寸太空黑呢，它是256GB。那我目前拿到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我已经感受到这个太空黑它真的蛮容易沾指纹的。那我们这次也一样买了这个新的 Apple Pencil Pro。因为蛮特别的，就是这一代跟之前的 iPad 它们的配件是不能共用的。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原因哦。还有就是，如果你考虑要购入键盘的话，要特别注意一下，因为现在好像听说有一个问题是，你如果用那个键盘然后立着按的话，它会有一点不稳。如果你打算要买的话，先观望一下吧。好，那这一次的这个 iPad Pro 呢，它的外观大家看到跟之前其实是差不多的，就是之前的 M2 iPad Pro 远看根本就一样。可以说这一次也算是一个小改款啦。那首先来讲一下呢，它的厚度这一次是有变薄的，它这边是5.3毫米，重量的话呢是446克。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，其实有吓到，就想说 iPad Pro 有那么薄吗？那实际上摆在一起，感觉是真的有变薄，就是你要摆在旁边这样看，是真的还蛮薄的。整体的感觉就是变得比较小巧可爱的感觉，所以就真的还蛮担心这次会压到啊什么的。那再来讲到这一代，它最大的亮点其实就是它的 OLED 萤幕跟它的M4 晶片。那 OLED 萤幕呢，就是它的颜色会更鲜艳，然后对比度更高，那最高亮度也有提高哦。还有就是 OLED 萤幕，它的黑色显示会更干净。就是例如说我们平常在追剧啊、看电影，看到一些比较暗的地方，你可能会想要去调那个亮度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一次呢，用这台追剧就不会有这个问题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背面的地方，是不是觉得哪里怪怪的，但是说不出来呢？其实就是它的镜头少了一个哦。来给大家看旧款的，旧款它是有2颗镜头，而且我发现它的镜头这边用了一样跟机身一样的金属，但是上一代呢，它的这个镜头大家看到是一个黑色的玻璃哦，所以有这样小小的区别。那少的这颗镜头呢是超广角镜头，就是原本这个镜头的地方现在改成了一颗超大的 LiDAR。那 LiDAR 呢是用来侦测距离的，就是它可以扫距离。那这次砍掉这个镜头，我平常是没有在用超广角拍照啦。大家都会拿 iPad 的超广角拿来干嘛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那原本 LiDAR 的位置，上次有一个人跟我讲，它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，我忘记是什么了。那这次这个机身的材质也有改哦，就是它背面呢有加入石墨烯的导热贴，所以它散热是会更强的。还有这个苹果 logo 也有一点小巧思哦，它里面加入了铜这个金属，也一样是帮助散热的。那除了背面这个镜头有改之外呢，这一次前置镜头也从上方改成了侧面，就是它镜头现在是在这边。那这样子改呢，是为了方便大家视讯啊或讲电话什么的，你这样横着这个画面看起来会比较广。那因为这个镜头的关系啊，它这次 Apple Pencil 啊，就是之前我们 Apple Pencil 不是都吸在侧面吗？它的这个磁铁位置其实是有变的，它改在这个笔身的上下2侧。虽然贴上去还是一模一样，但是它其实充电啊或吸的位置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有讲到说新的 iPad 跟旧的配件是不能共用的。然后新 iPad 第一件事情要干嘛？装壳啊！尤其这次新款的 iPad Pro 的厚度只有5.3公厘，摔到要怎么办？今天要来介绍 MagEasy 的 iPad 保护壳、Facey 支架透明杯盖保护壳和 Lift 增高支架保护壳。首先呢 ，Facey 这款保护壳它有全面包覆边框设计，防护力超强。平常我们都会带着 iPad 到处跑，难免是会弄脏，所以它的抗污能力一定要够好。这款保护套的翻盖呢，它的内外层都使用了奈米抗污涂层，饮料泼洒都能轻松擦掉，所以就算选择浅色也不用担心。不管是在咖啡厅啊或吃饭追剧 ，Facey 支架能支援5种不同的角度，从18到65度，超级方便。它的磁吸外扣还可以收纳 Apple Pencil， 这边就可以直接吸着充电。它的背部设计也非常讲究，这个雾透背板手感超好的，防刮抗指纹。它的镜头框也有加高设计，所以放在桌上呢就不怕刮伤镜头了。那这一次呢有6种颜色可以选择，除了基本的灰黑色，我选的这个是奶茶色，就是非常好看，然后搭任何服装都非常适合，像是休闲啊或正式场合都可以搭。下一款呢是 Lift 增高支架保护壳，那这款很特别的就是它的这个背板呢可以折成一个增高支架，让你 iPad 瞬间提高9公分，符合人体工学，用起来比较舒服，追剧也不用低头就可以减轻你的肩颈负担。搭配新 iPad Pro 它的 OLED 萤幕呢，感觉有种随身剧院的感觉。它的外盖表面同样有奈米抗污涂层，外出就不怕弄脏，就算不小心泼到饮料也可以轻松的清理。但在角度上，除了增高模式之外，还有多角度使用模式。
值，从20度到70度随你调整。它的防滑内层可以让你轻松调整45到75度，追剧啊、写作业或是画画都很适合。它的磁吸外扣同样可以收纳 Apple Pencil 或 Apple Pencil Pro， 那也是可以直接吸着充电的。那这次我选的这个颜色呢，它是阿拉斯加蓝，它是有点带紫灰色的蓝色，就也是非常的低调优雅，很适合日常使用。那这款呢，总共有3个颜色可以选择，不管是 Facet 透明支架背盖保护壳，还是 Live 增高支架保护壳，无论你的 iPad 是要日常使用啊、工作或是娱乐，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。最后呢，我们频道还有专属优惠哦，点击下方链接，使用折扣码 AppleMac 就能享受 Mac Easy 全站92折优惠，赶快去帮你的 iPad 买装备吧！好，那我们现在呢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，就是我们用旧的 iPad Pro M2， 然后新的 iPad Pro M4 呢，我们来输出一段10分钟 4K 的影片，看看它们的效能表现啊，或者是它们有多大的差距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刚才已经测试完毕了。这个新的 iPad Pro 呢，用的是5分01秒，然后旧的 M2 iPad Pro 用的是5分45秒，所以大概是差了44秒钟，所以快了大概10% 吧。好，那刚才测的第2次用 H264 呢，这个新的 iPad Pro 用的是5分46秒，然后旧的 iPad Pro 用的是6分05秒。所以如果有考虑要拿这个 iPad Pro 来做一些比较繁重的工作的话呢，就可以当成是一个参考。就是如果你有考虑要剪辑影片的话，其实这台是蛮适合。但是前提就是你的频率不是那么高，就是你很偶尔需要剪片啊，或者是你想要尝试开始用 iPad 剪片的话，所以本来就会用它来看影片啊、做笔记啊，或者是打报告之类，然后剪片就只是一个它的附加功能。就像我知道 Maggie 啊，她之前会用 iPad 剪 YouTube 的影片，那 Maggie 其实她是有正职的，然后她的 YouTube 影片量不是那么大。那我觉得 iPad Pro 对她来说就是一个多合一的投资，就是笔记啊、看影片啊，然后偶尔剪片。如果你想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每天都在做的事情，就是剪片，你会想要追求非常高的效率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必须要说 iPad 有它自己的极限。我不是在讲它的晶片，它的晶片很强，没有错，而且还可能比笔电还强。但是呢，就是 iPad 有它自己软体啊，或者是萤幕大小等等的先天限制。就是 iPad OS 说到底还是没有桌机那么灵活。就我自己平常在剪片呢，可能电脑上面就要用到一大堆特效啊、字卡什么的，你可能要在网站上面找素材啊，或者是你的视窗要一直切换来切换去，然后你的资料夹又开很多。那这个时候呢 ，iPad 执行起来就是有它的难度。你可能说它有多工啊，可是多工说真的，你也没办法开很多个视窗。当然，像剪片以外的专业，像室内设计啊、平面设计等等的，我自己不是专业，所以没有办法评论。但我觉得一个蛮简单的指标，就是你的 iPad 买来可不可以帮你赚钱？如果赚不到钱的话，就买 Air。但是如果你 iPad 买来有机会赚钱，或者是已经在赚钱的话呢，就可以考虑投资 iPad Pro。因为凭良心讲，它是真的不便宜啦，34900哦这一台。所以买之前还是要想一想，就是它可以为你带来的效益这样。那再来继续讲到规格的部分呢，这台 iPad Pro 2024它的续航跟上一代规格是一样的，就是连 WiFi 看影片最长可以10个小时，就可能搭一般长班飞机差不多吧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这次一起买的这个 Apple Pencil Pro， 新增蛮多功能的，像是它现在可以旋转啊，或者是它可以捏，就它有一个捏的动作，而且它捏呢还有一个震动回馈，它那个震动有点像是 iPhone 打字的时候那个小小微微的波动。有点像它活过来的那种感觉。那这个价格呢是4390元，但是新 iPad 就一定要配新的笔，所以就没有办法。如果你要原厂的话啦，那这次 iPad Pro 的定价是34900元，然后有4个容量大小，分别是256、512、1TB 跟2TB。那这次呢，1TB 跟2TB 可以加购一个 Nano Texture 的萤幕涂层，那它加上去之后就是会抗反光，就是抗眩光啦。我觉得它那个萤幕档次又会在 Next Level， 但是因为真的太贵了，就是加上去之后要5万多块。可能只有非常专业的人士才会砸下这个钱吧。那如果是13寸 iPad Pro 的话呢，是45900元起。那另外呢，这次很特别，就是 iPad Air 有推出13寸的大小，然后有看到很多观众说他们都要买13寸来当电子琴谱，感觉就还蛮实用的。或者是你要拿来当超大的阅读器，好像也 OK， 就滑起来很爽这样子。那这次开箱这个 M4 iPad Pro 呢，我觉得目前用下来最大的心得就是我觉得它的萤幕啊，还有重量我都蛮喜欢的。而且我觉得实际摆在一起，它的颜色跟对比真的差很多欸。就是新版的 iPad Pro， 你会觉得它的蓝会更蓝，然后黄的会更黄，然后明亮的地方就会更显眼这样子。
就是新的 iPad Pro 看任何影片都有一种 HDR 感。是说对眼睛好不好就是另外一回事啦。还有它的这个厚度啊、重量什么的，11寸真的蛮小台的耶，以前都没有觉得它那么小台，真的比较轻轻蛮多的。那大家这次有要买这台 iPad Pro 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